早上好呀，我是德国老鹰。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房车营地。其实昨天晚上啊，这边的停车位都满满当当的，但是呢，今天一早这些车全部走了。这些房车一般都是从荷兰和德国开过来的，他们都急着要去西班牙过冬，都不肯在这里多停留了。但是呢，我跟本尼今天还是有时间的。我们先到城市去参观，然后明天才离开这个地方。那这个营地，夏天的时候呢是要收费的，14欧一晚上。但是进入冬季以后这边已经是免费的了，而且水也免费。这个跟德国的这个丢垃圾的分类不一样。还要看一下它是什么颜色，丢生活垃圾。Was kann ich helfen? Ja, entweder nimmst du mein Foto. Ja, okay, ich nehme Foto. Okay. Was ist die Bohne? 这到冬天啊，这些喷泉全部都关掉了。不然的话，这边要结冰的。就是当年的驿站，200多年了。想当年这边也是车水马龙，是真正的马车哟。这边的房子真的好便宜，45个平方才45000欧元。下面这一个房子是114平米，20万欧元不到。下面这个房子呢是121个平方，才11万欧元。哇，这个城镇的房子好便宜啊！这里看起来确实比较萧条哈，它的房子空置率达到了20%，只有80%的人有常住人口，所以难怪它这边的房子便宜，而且看起来确实有点破破烂烂的，也没有好好的维修。这么多的房屋中介，这又是一家。这边的房子一个140平米的这个别墅啊，才卖36万欧元。这个小镇是慢慢没落了，没有什么人愿意来住了。在不到200米的这个街上有4家房屋中介公司，都是卖房子的。真的很奇怪哦，这些房子真的非常大，但是很便宜。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边商店冷冷清清的，都没怎么开门，广场上也没什么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这个节假日，整个的感觉还是挺萧条的。这个小镇的物价也不低呀，你看这些可能是羊毛袜吧，一双袜子卖24.9块，这一双袜子20.9。这边基本的生活费用也不低呀。像这种线这种线就是3.9欧，差不多30块人民币一个。这个别针2.2块，也差不多20块钱。哦，这一本杂志是7.5欧，差不多一本杂志是60块人民币。所以他这边的这个物价真的是很贵啊，这都是老百姓天天生活都要用的东西。这里是所谓的贵族技术学校，原来曾经这里是教堂，是给家庭富裕但是又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家庭提供的，孩子们在这里住宿和学习。这河边这些供路人休息的地方，然后这河边也有坐的地方，你看其实挺舒服的，但是现在感觉却很萧条。应该是如果说一个小城缺乏了工作的机会，缺乏赚钱的机会，慢慢也就留不住人了。那这个如果流出的人比较多，他的房子也就不值钱。小城有河流，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有灵气。你看这些小房子有壁画，有这样的流水，觉得看起来好舒服哦。
在这里散散步，听听流水声，其实是很疗愈的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水电站。那在后面就是公园了，环境多好的。其实这边住应该蛮不错的，但是它的物价真的很高啊，不是说很宜居养老的地方。这里看到一辆那个雪铁龙的老车。Wie alt denkst du? Der dürfte 50 Jahre. 基本上有50年了，哈，还能够开到这个地方来呢。这是老的驾驶盘。Die haben alle Rusten, die wie die Sau. 这也可以改成一个小房车，好像还可以睡觉一样的。Sehr rustig. 好的地方都生锈了。我和本尼正在寻找这座城市的天主教堂，因为听说这座教堂的内部啊有非常华丽的装饰，绘画非常有名。这位先生看到我们在找什么，非常热情地上来询问，后面也帮助我们，告诉我们在什么位置、什么时间这个教堂会开门。我这次到法国几天啊，我特别感觉这些法国人啊特别的热情，非常愿意帮助外国人。每次在超市买菜呢，他们看到我们买的东西比较少都会主动让我们站在前面去那个付款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法国人真的非常热情。这就是我和本尼寻找的当地的天主教堂。它开始修建于11世纪，是典型的罗马式建筑风格。它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有层次。这是典型的罗马教堂的细节，拱形的窗户。它内部的装饰非常令人惊叹。在它的柱子上有非常华丽的绘画，彩色玻璃也是它的一大特色。镇政府的房子还是挺气派的，挺漂亮的，冬天也是鲜花装饰。曾经这里是女子学校，现在是镇政府办公的地方。我就看法国超市啊，这些牛奶呀、奶酪啊，这些价格啊，都比在德国贵。看了半天哈，觉得这个红薯还挺便宜的，又挺好的，还是从希腊来的，还比较便宜。3欧元，大概1欧元。OK， 这个马的雕像很有意思，很漂亮啊，是个铜马。这真的是工业跟艺术的完美结合。所以我们回到了露营地，昨天的邻居全部都已经走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想再住一晚上，明天再继续往南边走。芬兰的车，这都是那些很冷的国家来的。Welche Land die? England, 英国。Was ist hier? Auch England. Spanien.